Hello， 大家早安！今天是10月20号，礼拜五，现在是早上8点多，我还坐在床上有点赖床。事情是这样子的，前几天呢，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消息，柏林呢博物馆岛上面有一个博物馆要整修，关闭长达14年，14年，对，真的超久的。然后我想说，人刚好在这里，一定要去看一下吧。可是我上官网看的时候，一张票都没有了。隔天上班时间马上打电话去问说，请问还有没有什么办法，就是让我看到这个展？他说，无论你用什么办法都不可能进来的。但是我就不气馁，我就想说有什么漏洞可以钻呢？所以呢，我就去看了那种 Museum Pass， 就是柏林30几家的 museum 都可以去的那一种通行证。我就买了一张3日的，因为它官网上面说还可以去看，但是有一些你要就是 book 一个时段，但是时段确实也都满了，所以我真的也不知道我买这个票会不会没有办法进去看。但是不管，我就跟他赌一次，所以我们一起去看看吧。希望我可以顺利看到这个展览，因为14年呢，我在哪里我都不知道，所以出发吧。Hello， 各位，我现在呢已经快要抵达博物馆岛了。这个地方呢已经被认定为世界文化遗产。然后现在早上只有6度哦，非常非常的冷。前面这个 James Simon Gallery 呢就已经是佩加蒙博物馆的入口了。跟大家讲一下，其实我原本是进不来的。那我刚刚在门口的时候跟一个人买到票了，所以呢，我就是现在在里面这边等着进这个博物馆。我刚刚排队的时候发现，如果你是买年票的话，还有机会可以进来。但是它到10月23号就要关门了，大家要抓紧机会。那我现在继续回去排队啦。这个博物馆整修要14年，难怪大家打算来的、不打算来的全都来了。这一关14年有点太久了吧？大家都想要趁休馆之前呢，来目睹一下佩加蒙的风采。天哪，我真的做梦都没有想到我可以进来这个佩加蒙博物馆。我以为我刚刚被挡在门外，因为3日券不能用的时候就已经宣告死刑了。没想到有一个路人真的是救了我。我没有他的联络方式，但是我真的想要谢谢他。Thank you。那我们赶快来参观吧。这些5000年前在叙利亚找到的，我永远都不会比这些东西老哎。这些呢是伊南娜，是当时西南亚的一个叫做天堂的女神。那你现在看到的这些雕刻品呢，他们的手上拿的是烧杯跟水哦。因为水是当时非常珍贵的一个东西。这个呢是1914年才出土的 Temple of Ishtar。当时的信众呢会把他们的贡品放在一阶一阶的阶梯上面。
这是一个西元前7世纪的水盆。知道它是西元前7世纪呢，是因为上面刻了其中一个国王的名字。那你可以看到它的角落跟中间其实都有水神。那后来呢，其实专家也有发现越来越多的碎片，而且有一些碎片呢，并不是在正确的位置上面，所以呢，他们也有考虑重建哦。至于这次修馆会不会重建它呢？这里没有说。这个是超级有名的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他所创造的法律，这边刻有282条。最有名的一条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边还有展示了当时巴比伦啊、波斯人啊，还有希腊人啊他们的穿着。我今天就是为了这个而来的，这个真的好壮观哦！不知道为什么我对这种彩绘啊，就是非常的喜欢。现在在我面前的这个就是 Ishtar Gate， 真的是超级壮观的啦！这一只不明生物呢，是这个博物馆的管理员后来重建的。他说这个曾经呢是用来装饰这个 Ishtar Gate。这个他说可以摸看看呢，我来摸一下。哦，立体的呢，哦，有鳞片的感觉，还有它的爪子。咦，它的舌头，我的触感。有一点喜欢，又有点害怕的感觉。哇！所以他们一开始其实找到这个 Ishtar Gate 的时候，是找到一大堆的碎片。他们也是陆陆续续的来到柏林。那些没有办法找到的碎片呢，其实是后来用替代的现代的材料来做的。哇，真的很厉害耶！这是一个原始从巴比伦运送来柏林的木箱，这些是真的哦。这里还有写巴比伦，好可爱哦，喜欢这个字体。你在这个 Ishtar Gate 上面呢，也可以看到我刚刚摸的那一个复刻品的不明生物，它其实是由蝎子、蛇、狮子跟禽兽的一个组合体哦。大家，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真的没有想到我有荣幸可以来看到这个 Ishtar Gate， 真的是我超级想看的，很感激后来重建的人，也很感谢刚刚卖票给我的人。现在我们接着去看 Islamic Culture， 你可以看到它的 collection 其实是来自世界各地，那有的其实是有人捐的，有的是柏林买的。7世纪的时候，叙利亚他们就已经有这么精细的艺术品产出。
这些画真的很厉害，有的地方呢是涂了很多层，还加强它的效果，甚至有的上面还有金箔跟锡箔。在伊斯兰里面的文化呢，他们也非常的喜欢花，像你现在看到的这些上面都是花。其中一个呢是郁金香，他们喜欢郁金香的原因是因为每一个球茎的上面呢都只会长出一朵花，所以它在伊斯兰神秘主义里面呢，其实是有一种神的代表哦。原来星座从那么久以前就开始有了，可是他说专家目前呢还不太确定它的用途到底是什么。这里还有一个很酷的机器，让你闻一下当时这些 carpet 呢被燃烧的时候是什么味道，你只要踩一下就可以闻到了。我刚刚有吓到。这里还有展示了这几种编织的方法。我都不会。看来伊斯兰跟中国也是有一定程度的连接哦。现在甚至还有2500万名的穆斯林呢是住在中国。那第一个穆斯林到中国拜访呢是在唐朝的时候。OK， 这个 Mshata Facade 就是它要换位置了，所以呢，在博物馆封馆的期间呢，他们就会把它一一的拼起来，之后呢会展出在佩加蒙博物馆的北翼哦。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一些历史的石块呢，在修馆的期间呢会被重组拼装。等它完成之后呢，就会开馆，给大家一个全新的体验。让我们一起期待吧！这个祈祷用的壁龛呢，会出现在每一个清真寺里面，告诉每一个要朝拜的穆斯林卖家的方向。眼前这个呢，也是其中一个壁龛，跟其他个不一样的地方呢，在于它旁边写满了这个作者的名字哦。他们说这个其实很不寻常哦。伊斯兰的艺术因为形成的过程呢，其实是受到了很多文化的影响，像是中国呢就占了一个蛮大的部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其实是有龙啊跟凤凰呢在这些伊斯兰的艺术品里面哦。好，我最后呢再来确认一下 Pergamon 这个 museum 它这3个很重要的景点我都看到啦。现在肚子饿了，先回家。
真的很荣幸，我可以成为休馆前3天倒数的参观者。虽然呢，我不是懂得每一个文物背后的历史跟故事，但是我真的非常珍惜我所看到的一切，也非常感谢我今天可以来到这里。那希望呢，给那些想来没有机会，或者是没有看过这个博物馆的人，也可以跟我一起参观。看到外面大排长龙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自己真的超级幸运的。那跟这个博物馆说拜拜。来到了 gift shop， 可能会大采购一笔，因为我真的太开心了。这个礼品店也是很厉害，各个主题都有做相关的商品，看了让人家太想买了吧。结果我在礼品店整整逛了1个小时，一直想到底要买这个还是买那个，没关系啦，可能这辈子就来这一次。当回家，回家的路上也很漂亮耶，晚上的博物馆道也不赖哦。旁边这条斯普雷河真的是帮它加了很多分，预计可能下个礼拜吧，来坐船一下好了。火车 ，Hello， 我到家了。我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今天的战利品，因为其实我今天不只是去佩加蒙博物馆，因为我买的是 Museum Pass 嘛，所以还有去了旧博物馆跟新博物馆。啊，这个是那个，就是那个 Ishtar Gate， 这真的很漂亮哎。我觉得他画的真的很美，他也有卖那种就是照片的，但是我觉得我就有拍了，所以就没有买那个照片。这个是在新博物馆那里买的，但是它比较多就是跟柏林有关系的。哦，很喜欢这种插画感。还有这个，我真的觉得很帅呢，因为新博物馆那边有一些跟这个埃及有关的。觉得这个真的太帅了，穿出去真的太潮。哦，还有一个杯子，真的蛮喜欢伊斯兰的东西，所以就买了它。它有一些东西是它会附盒子给你，像我看到有人买一个小小的雕像，它就有附盒子。可是我买的这个杯子刚好就没有，所以有一点点可惜。不过它还是包得很好啦，所以如果你是买回家就是回国的话，应该还可以。通常如果我放易碎品在行李箱里面的话，我就是会放在毛巾或是衣服里面把它包起来。你看这个纹路真的不要太美了，真的很喜欢今天的战利品。那么虽然佩加蒙博物馆就是关闭了，可是我真的还是觉得其他博物馆也很赞，有机会的话还是可以去看看吧。那它里面也会有一些 Museum Pass 的本子，你可以去拿来看，看你的是哪一种。对，那我买的是这个，可以看出，到底是哪一些地方是可以去的。那就这样咯，拜拜。